100年来，加拿大首次进行针对美军进攻自己的防御推演，结果极其惨烈，惨到连加拿大国防部的将军们都不敢把报告递给议会。如果美加开战，加拿大真的会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吗？渥太华能不能撑过48小时？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深度拆解这份北美大陆的生存倒计时报告。大家发现没有，北美的风向彻底变了。在2024年底及2025年初，特朗普多次公开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一表述最初被加拿大政界视为玩笑，毕竟提到美加关系，那叫一衣带水，后背相托，大家都是好兄弟。但是在2026年，这种情况已经改变，美国内部开始流传一份关于北美统一体的战略报告，而加拿大军方也时隔100年重启了针对南方的防御推演。对于这件事，火力军只能说，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对加拿大的耐心已经归零。在他眼里，加拿大每年5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那就是拿美国的钱。怎么解决？加关税？那太慢了。如果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贸易逆差就变成了内部调拨。除此之外，还有战略转向的原因。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之间隔着广袤的加拿大领土，在对抗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中，这条路必须是美国自己的。美国追求的是北美统一体，是一个从墨西哥湾延伸至北极点，绝对安全的，没有任何地理隔阂的战略大后方。加拿大也知道现在局势不容乐观，于是进行了一次自1921年以来首次针对美军的防御推演，结果极其惨烈，没办法，战力差距太大。火力军帮大家列一张清单，看完你就知道这仗根本没法打。根据2025年全球火力指数，在145个受评估的国家中，美国稳居全球第一，而加拿大仅排名第28位。尽管加拿大在世界范围内仍被视为中等强国，但在面对美国时，这种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咱们先看空军，2025年美国空军的总机架数是13209架，稳居世界第一。加拿大是多少？351架，空军比率37:1。这已经不是数量的问题了，这是物种的差别。而且300多架这个数字里还灌了很多水，加拿大皇家空军真正能打的是那几十架老掉牙的 4F-18， 这种飞机的机龄可能比坐在屏幕前的你还要大，雷达反射面积在 F-35 面前就像一个飞行的不锈钢脸盆。而美国这边呢， F-35、F-22 加起来超过几百架，还有上千架各种型号的无人战斗机。更扎心的是加油机对比，美国有超过500架加油机，这意味着美军可以在加拿大北极上空玩空中接力，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加拿大呢，寥寥几架多用途加油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因为零件短缺趴在机库里。再看坦克，2025年 GFP 数据显示，美国拥有4640辆坦克，绝大部分是顶级的 M1A2 SCP-V3。加拿大是多少？74辆，且大部分处于维修状态或用于训练。这是什么概念？在德克萨斯州，随便一个美军基地搞个周末演习，出的坦克都比这多。这74辆豹二坦克散落在加拿大几千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平均几十万平方公里才分到一辆，这是博物馆流动站台。更难受的是装甲车数量对比，美国有超过39万辆装甲车，加拿大只有2万辆左右。美军不需要坦克开路，光靠斯特瑞克装甲旅的推进速度，就能在48小时内从边境线冲到多伦多市中心。从本质上来说，加拿大的陆军是一支精锐轻步兵，参加个反恐行动，维持下治安还行。想搞大兵团高烈度的装甲对抗，火力军只能说别做梦了。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在第一轮扫荡里就能让加拿大那几十辆宝贝疙瘩变成废铁。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很多人觉得加拿大是能源大国，肯定耐打。但2025年的火力指数揭露了一个残酷现实，加拿大的战时工业生产能力几乎为零。加拿大的每一枚导弹、每一架飞机的零件、每一套雷达系统的软件升级，全是从美国买的，并且加拿大仅拥有1颗军事卫星，信号情报和卫星侦察能力高度依赖美国的太空资产，在侦察、瞄准和导航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 GPS 和军事星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选择军事行动，结果可想而知。加拿大国防部内部流出了那份北方安全压力评估报告，模拟了美军从3个方向同时进攻的情景。第一战线尼亚加拉大瀑布方向，这是加拿大的心脏地带。推演显示，美军第10山地师和第1装甲师可以从纽约州出发，直接跨过边境。这里没有天险，只有几座大桥，美军甚至不需要炸桥，他们的工兵旅半小时就能搭起浮桥。多伦多作为金融中心，在开战第12小时就会陷入瘫痪，因为美军的电子战飞机 E-18G 会瞬间屏蔽掉多伦多所有的网络信号，
第二战线则是落基山脉的垂直包围，美军在阿拉斯加部署了精锐的机降部队。推演中，美军通过C-17运输机在加拿大北部的育空地区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后方直接空投。这种战术直接绕过了加拿大，在南部边境设立了几个可怜的观察哨。加拿大军队想回头救，对不起，跨大陆铁路早就被美军巡航导弹给切断了。第三战线则是太空与深海的清场，这是加拿大最绝望的一环。在推演的设定中，美军开启了极北屏障，瞬间加拿大北方所有的卫星信号中断，所有依靠导航的船只全部迷航。军事推演的结论指出，加拿大的常规有组织抵抗可能在2天到1周内彻底瓦解，这种速度远快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原因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拥有复杂的地形或较远的地理距离作为缓冲，而美加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未设防边界，地形多为平原，且加拿大主要城市完全处于美国炮火的直射范围内。一旦开战，美国空军的 F-35 和 F-22 在太空军的配合下，第一波次就会瘫痪加拿大所有的雷达站和指挥中心。最狠的一招是，美国只需要掐断 GPS 和星链的加拿大访问权限，加拿大军队瞬间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没有 GPS， 你的反坦克导弹往哪儿打？你的飞机怎么导航？装甲洪流更是可以长驱直入。美加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未设防边界，美军重型装甲师不需要像在乌克兰那样排长队，他们可以直接沿着平坦的高速公路1天之内推进300公里。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这些核心城市全部在美军炮火的直射范围内。加拿大缺乏战略纵深，绝大多数人口都住在边境线200公里内，这意味着美军只要跨过那条无形的线，加拿大就宣告物理性死亡。常规战必败，这在渥太华是共识，那加拿大就真的束手就擒吗？并不是。推演报告给出了唯一的出路，非对称战争，也就是阿富汗模式。既然正面打不赢，那咱们就打游击。加拿大有着极其广袤的荒野，如果正规军被瓦解，美军占领城市，剩余的加拿大特种部队将潜入落基山脉和北极冻土带。他们计划利用极寒天气和复杂的森林地形，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美军的能源管道和水利设施。这在战略上叫以空间换时间。想象一下，在漫长的美加边境，到处是针对补给线的伏击，这是让美国最头疼的一点。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外貌、语言、文化几乎一模一样。加拿大游击队可以轻易穿过无人防守的边界，潜入美国本土，炸毁变电站，破坏大坝。只要换上一身美式卫衣，他们就是美国公民。这种问题，美国很难应对。但火力军得提醒大家，阿富汗这边是因为美国离阿富汗1万公里，花的钱多，最终美国觉得太亏了，才会撤离军队。但美国离加拿大只有1毫米，这种阿富汗化的抵抗，最终伤到的可能是加拿大自己。火力军估计这场战争会有3种结局，只是每一种都不是加拿大想要看到的。加拿大有 50% 的可能彻底附庸化，通过进一步让出主权，换取维持表面的主权国家地位。淡水由美国管理，石油由美国定价，防务由美军全面接管。除了国旗美化，加拿大本质上已经变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有 30% 可能性是强制合并。现在的卡尼政府已经尝试摆脱美国，这点我们后面会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发起一场以保护北美资源安全为名的军事行动。在常规战速胜后，加拿大被物理分割，核心资源区直接划归美国管理。还有 20% 可能性是加拿大成功建立威慑，通过极端非对称武器的研发，比如低廉但致命的无人机群，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深度捆绑，让美国意识到吞并的成本大于收益。只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加拿大要花费巨大的代价。不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怪别人，完全是加拿大自己做的。几十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国防上搭便车，反正是邻居保护我，反正是北约成员，为什么要花钱买昂贵的武器？美国1年的军费够买下几个加拿大军队。这种心态导致了加拿大国防的系统性萎缩，连基本的防空系统都要向美国借，买架飞机都要议论10年，等飞机到位已经是过时货了。更关键的是，加拿大的防空靠北美防空司令部，通信靠星链，定位靠 GPS。 当一切都运行在别人的系统里时，加拿大其实已经失去了主权。如果美国决定动手，他甚至不需要开火，他只需要在系统后台点一下鼠标，关闭你的权限。加拿大所有的现代化装备都会变成一堆昂贵的金属垃圾。面对以上这些问题，2025年上台的马克卡尼政府意识到了危机，他尝试了一次极度冒险的战略转型，计划将加拿大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 甚至 5%， 其核心在于将对美采购比例从 75% 降至 60%， 试图引入英国和法国的技术，构建独立的卫星通讯网。只是这一转型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美国给出的最后通牒往往是以周为单位计算的。
除此之外，卡尼恢复了与中国的经贸高层对话。在渥太华看来，引入中国这个变量是制衡特朗普唯一的筹码，但这招极其危险。特朗普政府直接将此定义为背叛。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公开威胁，如果渥太华试图在北美大陆引入敌对势力，那美加边境将不再是边境，而是一条前线。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总的来说，加拿大正在经历一场建国以来最惨烈的生存考验，其结果将取决于卡尼政府是否能在北约残存力量的支持下，通过急速的国防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为国家争取到足够的威慑溢价。然而，正如军事推演所展示的那样，留给渥太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是卡尼，你会选择投降，还是选择把落基山脉变成美版阿富汗？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加拿大最后会守住那面枫叶旗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